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脸上有此特征，一生命苦难翻身。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命运顺利幸福，一生富贵有福，但其实生活中无福命苦的女人有很多，而往往她们的面相都有一些共同点。那么命苦无福女人面相的主要特征有哪些呢？今天小酱汁就来和大家说说。一、苦命女人面相特征。一、耳朵薄软。耳朵主智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主见。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很软很薄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先天肾气不足，身体素质较差，容易体弱多病，而且这种女人一般没有什么想法和主见，对自己缺乏自信心，依赖心理非常的重，性格方面比较的懦弱，遇到事情时就会慌乱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就想着退缩和逃避，缺乏承担，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即使吃亏也只是闷在心里，有苦说不出，很多时候只会生闷气。二、脖子过长。脖子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支配力和权力欲望。若是女人的脖子长得比例非常的不好，而且脖子的比例看起来非常的松弛，则这样的女人在事业上经历的困难挫折比较多，天生苦命，赚钱赚的也会非常的辛苦。通常这样的女人一辈子都没有大的本事，只能依靠自己的伴侣养活，看别人的眼色，而且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本事。三、眼小尾短。眼睛代表一个人的精气神，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。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很小，如豆子一般，并且眼尾比较短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向和消极，思想也比较的保守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慢，做事不积极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，喜欢安安稳稳的日子，不喜欢尝试和折腾，遇到问题时总想依赖别人，缺乏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，而且疑心很重，对他人保持很高的警惕。只要认定的事情，别人谁劝都没有用，非常的小家子气。四、地格窄小。地格主要指的是腮骨和下巴两部分。如果一个人的脸型瘦削，下巴尖瘦无肉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自私和敏感，凡事只考虑自己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而且心思特别的细腻，心里每天装着许多事，不太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，做起事来也是畏手畏脚。这种女人一般交际能力比较差，依赖心也比较重，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整日多愁善感，活得非常的辛苦。五、眉骨高凸。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，眉骨高低又能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如何。如果女人眉骨长得高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看起来非常的凶，煞气非常的重，缺乏女性该有的柔和之美，而且个性冷漠，争斗之心非常的强，脾气还非常的急躁，发起火来做事完全不顾后果，做事缺乏规划，花钱没有节制，理财观念比较差，不论家里有多少钱，最终都会被挥霍光，一生破财不断。六、眼珠外露。眼睛代表着心性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。如果女人的眼珠长得外凸明显的话，这种女人表面看上去性格比较开朗，也非常的健谈，但实际上心眼儿非常的小，嫉妒心也比较强，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而且性格非常的急躁，容易发怒，还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属于天生的惹祸精类型，人缘非常的差，财运自然不会好。七、人中窄浅。人中在相学中称为子庭或者寿堂，
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、子女运势和福气薄厚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浅平且窄细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健康运势不是很好，体质偏弱，而且生育力低下，与子女之间的缘分较浅，性格随性，自我约束力不强，行为举止也比较的开放，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比较放纵，缺乏专一和责任心，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容易产生嫌隙，注定无法安享晚年。8. 口小合不拢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，这里说的口小指的是嘴巴的长度小于鼻子2翼的宽度。如果嘴巴长得小且嘴唇外翻合不拢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头脑比较简单，口舌却非常的伶俐，说话往往不过脑子，特别容易得罪人，而且眼光非常的狭窄，缺乏思考，做事没有条理和规划，在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家子气，不过忍耐力极强，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够咬牙坚持，一生的财运状况不佳。9. 印堂有疤或者痣。印堂又称为命宫或者事业宫，代表着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走势，而两眉之间的距离宽窄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气度和事业财运状况。若是女人的印堂处长有恶痣或者疤痕的话，代表着命运的根基受损。这种女人一般心胸较为狭窄，凡事喜欢计较，而且特别的贪心，什么都想要，一生劳碌而奔波，但日子过得没有什么起色，也没有什么清闲时间去享受生活。10. 鼻梁塌陷或起结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和财运。如果女人的鼻梁长得塌陷无视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软弱和内向，内心比较的自卑，缺乏自信，也没有什么主见和魄力，即使有才华也不善于表达，性格犹豫，容易错失良机。而若鼻梁起结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情绪多变，性格矛盾而纠结，属于那种说翻脸就翻脸的类型，特别的难相处，很少有人愿意与这种人交往，一生命苦，越过越清贫。2. 富贵女人面相特征。1. 下巴圆厚。下巴在面相中又称为地格，代表了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和承载财富的能力。如果女人下巴圆润厚实的话，这种女人往往比较的有福气，个人的性格非常的好，待人宽厚，非常的有爱心和包容心，比较的体贴，会照顾人，人缘比较好，常有贵人相助，并且不会随便乱花钱，所以蓄财能力也比较强。嘴角下方的左右两侧为财库，下巴圆厚的人财库较足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财运也是越来越好，能够安享晚年。2. 垂珠厚大。耳朵代表了一个人的财气和福气，所以耳朵以厚大且耳垂有肉为最好。一般拥有这种耳相的女人，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耳朵为善的外壳，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。耳朵厚大，耳垂有垂珠的人，一般身体素质都比较好。这种女人不仅学习能力强，而且性格坚毅，做事坚持，为人也比较的理性，非常的善于与人沟通，所以朋友也非常的多。在事业上容易有贵人提携，事业财运都是节节高升，一生财运亨通，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。3. 田宅宫开阔。田宅宫位于眉毛和眼睛之间，代表了一个人的家运和田宅家产等等。如果一个人的田宅宫丰隆且比较开阔的话，无恶痣恶疤为难得的好面相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性格比较的随和，胸襟宽广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不仅比较的望父母，能够得到父母长辈的呵护和帮助，
而且自身运势非凡，吸金能力非常的强，做什么事情都是顺风顺水，很少会遇到较大的波折，天生的富贵命格。4. 脸相方正。脸相方正也就是相学中所说的田字脸，一般这种面相的人性格和品行都是比较类似男人，为人非常的正直，做事比较的有担当坦荡。这种脸型的女人颧骨一般都不突出，做事比较的潇洒有风度，性格好，非常容易接近，对待生活也比较的有热情，处理事情也比较的理性和稳重，能把生活和事业都处理得非常好，能够获得一段好姻缘，受到对方的呵护与关爱，不仅在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，还有一生享受不完的富贵和福气。5. 鼻子高挺。鼻子为财帛宫，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，鼻梁长得越好，财运就越好。那什么样的鼻相称得上是好鼻相呢？首先，鼻梁一定要高，而且直挺，山根位置要丰隆，鼻翼要饱满，鼻头丰润有肉。如果女人鼻梁高挺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都非常的有自信，为人也比较的有主见，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，有着很强的个人能力和领导力，做事干练，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也能够得到丈夫的呵护与宠爱，家庭和事业都比较的幸福。一个女人是否有福，往往可以从面相可以看出。如果你的面部无福，那么在生活中就需要更注意风水，比如佩戴旺运的吉祥物，还有通过家居的风水来旺自己，这样才能过上好日子。这几种不能娶的薄情女面相，刚愎自用，反复无常，娶了后悔一辈子。我们都知道薄情的女人不要选择，就像是眉毛淡的女人一样，这样的女人就是特别自私的，也是毫不重视感情的，根本就不会考虑到丈夫的感受。下面就跟我详细了解一下薄情女人的面相如何吧。1. 断眉。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，在相学中也称情缘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势。如果女人的眉毛中间出现中断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内心特别的孤冷，行事方面比较的绝情，做起事来缺乏人情味，内心的怨气也比较重，极易与人结仇生恨，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比较冷淡，即使是自己的亲戚或比较近点的朋友，也容易做出一些恩断义绝的事情，对自己的丈夫也是如此，一生命运波折很大，娶了这种女人，日子就根本没法过。2. 三角眼睛。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内心，相书中讲，眼如三角人无信，这种女人大多坏点子比较多，内心不正，而且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阴冷的气质，内心特别的孤僻，很难有人真正的走到他们的内心深处，如果一旦得罪了他们的话，就如被毒蛇盯上一般，一定会伺机进行报复。而且这种女人大多不讲信用，还特别的喜欢算计，哪怕是自己的丈夫也是如此，让人防不胜防。给这类女人在一起生活的话，简直无法想象。3. 双颧高凸露骨。麻衣神相中有言，女人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。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、毅力和态度。颧骨高耸露骨的女人大多个性都非常的孤傲和偏执，内心自私又刻薄，性情霸道而独断，不喜欢别人忤逆他们，而且刚愎自用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在家中唯我独尊，凡事都要听他们的，在工作中也是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经常做出一些忘恩负义的事情，容易在家中形成对丈夫的压制，对丈夫的健康和事业都是不利的。4. 鼻梁起结。如果一个女人的鼻梁是凹凸不平的，也就是人们经常都说的鼻梁起结，这样面相的女人肯定是不好的。一个鼻梁起结的女人是不重视感情的，
他们从来就不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。还有就是他们都很强烈的，他们与你谈恋爱都不是真心的，是带有目的与你谈恋爱的。他们的目的性太强了，他们也很喜欢利用他人，会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选择利用自己的爱人，也会利用朋友的。他们为了得到目的而不择手段，这样的女人真的很恐怖，还是不要接触太多了，不然会让你感到后悔的。还有就是鼻梁起结的女人防范能力是很强的，她们在感情当中会表现出自己很强势的一面，她们绝对不会让自己轻易就付出感情的。她们在恋爱中是个很厉害的人，即使要分手，那也是他们先说的，他们一定要让自己有面子。5. 断掌。古语常讲，女人断掌过防养，意思是说，如果家中有断掌的女子的话，一般都是从小过继给别人家带养，或者是跟随自己的祖父母生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相学中这种女人大多属于命硬之人，对身边亲人有着很大的克性。这类女人一般自私心特别重，而且喜欢贪便宜，而且主观性特别强，不容易听进去别人的意见，遇事也不喜欢妥协退让，在婚姻中经常容易与丈夫发生碰撞，使得婚姻非常的不稳定。5. 嘴唇薄厚不均。从面相上来看，要是这个女人嘴唇的薄厚不均匀，有些地方厚一些，有些地方薄一些，则说明这个女人对于感情比较淡漠，而且具有较强的情欲，而且为人十分的热情大方，平日里也很喜欢与异性往来，也正因如此，才会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异性。所以时间久了，对于夫妻之情也不是特别重视，毕竟身边的异性朋友很多，也能得到更多男人的关心，所以对老公的关心就显得有些不那么重视了，所以对家庭也是比较不关心。6. 眼尾上吊。从面相上来看，眼尾的女人是天生的冷酷，她可以跟你谈恋爱，可以对你有感情，但是要有条件，男人必须满足她的需求，才会有发展感情的机会。眼尾斜斜上吊的女人具有冷美人的气质，但注定了是冷美人，需求你的时候可以对你示爱，不需要了则轻轻挥挥手把你打回原形。7. 鼻孔外露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会看到不少这样的人，鼻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。如果一个人鼻孔外露的话，这种人往往意志力不强，做事缺乏坚持，分析和判断力比较差，做事喜欢投机取巧，对他人对自己比较大方。这种人一般生活比较随性，对事业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追求，做事不用心，非常的不靠谱，为典型的败家子面相。所以你别指望着鼻头尖尖没有肉的女人会重情重义。8. 鼻梁不端正。有些女人就是鼻梁不端正的，代表着这个女人的性格是不好的，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相当急躁，容易对着身边的人发火，就是属于很冲动的那种人，不管在生活方面还是工作方面都这样，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方面造成很大影响。一直以来都很重视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利益而出卖身边的人，很多时候都给人很自私的感觉。真的不建议跟这样的女人接触太多，否则会对你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，应该要远离这样的女人。其实这样的女人对待感情一点都不重视，如果婚姻中丈夫难以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求，那肯定不会跟你安心过日子，在感情方面也是相当花心的。9. 眉毛杂乱且硬。其实眉毛杂乱且硬的女人心地真的不好，而且在平时生活中喜欢跟他人计较太多，对自己的未来一点规划都没有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喜欢攀比。其实跟这样的女人相处在一起真的很累，对自己的物质生活也是很重视，对待感情方面相当冷漠。如果丈夫能够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，
那肯定会安心的跟丈夫过日子。一旦丈夫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，那肯定会选择离婚的。对待感情一点都不重视，也不会付出真心的。这样的女人就是薄情、自私的。感情中选择了这样的女人，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10. 耳朵没有肉感。如果一个女人的耳朵是尖尖的，耳垂是一点肉感也没有的，那说明了这个人的面相是不好的。这样的女人也是很自私的，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态度不好，也不能很好的面对感情。生活当中，耳朵没有肉感的女人是很强势的，别人的东西她们都会占为己有的，她们总是喜欢占别人的便宜，不能容忍别人占她们一分便宜，内心也不好，人们总能看到她们刻薄的一面。在一段感情当中，她们从来就不会去考虑自己另一半的感受，自己想要怎样做就怎样做。他们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，就会对着自己的另一半发很大的脾气，就像是个泼妇一样的，也不讲道理。这样的女人真的不要娶，是个薄情的人。11. 印堂窄。一个女人的印堂如果是比较窄的话，那肯定是不好的，说明了这样的人心胸也是很狭窄的，不是一个开明的人，面对生活的态度也非常的不好。人们都不能看到他们宽容的一面，在感情和婚姻当中都是很自私的一个人，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多考虑，而是总会挑出对方的毛病。这样的女人对待感情是苛刻的，生活当中对自己的另一半很不好，他们的感情运势是很不好的，那是与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12. 尖嘴猴腮。尖嘴猴腮，上嘴唇尖，嘴巴形状不正，看起来呈 Y 形。此特征的女人比一般的人都自私，更会算计，是与生俱来的个性特征。除此之外，此特征的女性化特别的多，喜欢热闹，且小气至极，喜欢占别人的便宜。生活中这样的人一般都不怎么受欢迎，尤其在爱情中，这样的女性从外表中看起来很暧昧，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。好了，讲这是3种出轨女面相，婚后会给男人戴绿帽子。在这个感情不专一的年代，感情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最大的难题。男人总想找个贤妻良母，但往往娶到家之后，却发现自己的女人红杏出墙，感情出轨。那么从面相来，什么样的女人是出轨面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眉毛稀少，声音沙哑的女人。眉毛在相学中称之为感情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对待感情的态度。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稀少，看上去稀疏平淡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属于比较薄情的类型。若是再加上声音沙哑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生活比较的放纵，对自我缺乏约束力，私生活方面较为混乱，经常喜欢在外面厮混，甚至是经常夜不归宿。给这种人在一起是没有丝毫安全感的，还会闹得家中鸡犬不宁，娶得起但守不住。2. 印堂窄的女人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也称之为命宫，对一个人的命运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如果女人的印堂部位长得较窄的话，代表着心胸比较的狭隘，喜欢斤斤计较，胸襟和气度不足，对人对事缺乏包容之心。在感情和婚姻中也是如此，特别的喜欢挑刺儿，整天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另一半发生争吵，从来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，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。一旦内心觉得彼此不合适，说离婚就离婚，没有一点牵挂或者遗憾。3. 鼻梁起结的女人。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行和做事的态度，不论男女，如果鼻梁中间部位长得突出起结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好胜心都比较的重，是不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，凡事都是3分钟热度，缺乏坚持，而且性格古怪多变，让人很难捉摸，也很难相处。这种鼻相的女人对于恋爱习惯性都抱有一些目的性，而且自我的防范心理很重，对另一半缺乏信任，总是疑神疑鬼。
只想要得到却不懂得付出，即使相处不下去，为了面子也会率先提出分手。4. 小嘴樱桃口的女人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欲和享受欲，樱桃口的女人大多口才比较好，善于交际，非常的能说会道，而且比较喜欢依附于另一半，自己在事业和家庭方面不太喜欢付出。不过这种女人比较的聪明，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，又能言善道，会哄人，能够把对方掌握的服帖。不过这种女人对待感情缺乏长性，有些喜新厌旧，又比较的善于隐藏自己，一旦变心就会转身投入别人的怀抱中，又不会被另一半所发现。婚姻还算顺利，但感情比较的多变。5. 眼睛水汪汪桃花眼的女人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也是最能表达出一个人内心的真正渴求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眼睛长得比较小，看上去水汪汪的，而眉毛又比较的细弯的话，这种女人看上去比较的温柔，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，比较受男性的喜欢。但是这种女人的自控能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。即使是结婚后，如果能够遇到令自己心动的异性，对自己展开追求的话，在感情上就会变得左顾右盼，不懂得拒绝，很可能会脚踏多条船，婚后也不会安分下来。6. 耳朵尖没有肉感的女人。耳朵主智力和毅力，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尖瘦无肉的话，这种女人的智慧大多不是很高，但是却非常的任性，在为人处事方面特别的自我，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，所以行事有些蛮横无理，对他人也比较的苛刻。在感情中也是如此，希望对方事事都要顺着自己，稍有一点不满意就会大吵大闹，让另一半特别的心累和无奈。而且这种女人大多心肠非常的狠心，不管你对她有多好，一旦她不喜欢你了，说分手就分手，毫无情义可讲。7. 下嘴唇较薄的女人。一个女人的下嘴唇较薄的，这样的女人是不重视感情的，根本就是一个薄情的人。与这样的人在一起真的需要注意，他们不能给你带来幸福的生活，只会影响到你幸福的生活。所以生活中应该要远离这样的女人。从面相的角度进行分析，一个下嘴唇较薄的女人是很重视自己的利益的，在平时的生活中会为了利益而放弃很多东西的，甚至就是爱情和友情都愿意舍弃，使人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很好。远离这样的女人会更好，不然你很容易就会被他们出卖的，他们不会让你感受到满满的爱意。下嘴唇较薄的女人对待感情的态度真的不好，对待感情不是一个忠诚的人，很容易就会做出一些背叛对方的事情，是容易出轨的。所以不管娶谁都不要选择这样的女人，他们会给你戴绿帽子的。8. 眼睛圆大而无神的女人。如果女人的眼睛很圆的也很大，这样是能够吸引到很多人注意的，是充满诱惑力的，身边的人都是很喜欢她们，异性缘真的很好，有不少男人会主动靠近她们，桃花是很好的。这样的女人是很单纯的，也特别的性格，所以是很容易就会在感情中受到伤害的。从面相角度进行分析，女人是眼睛圆大而无神的，这样的女人绝对不能选择的，因为她们会有很好的异性缘，会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做出一些背叛爱情的事情。她们会在婚姻中做出移情别恋的事情，与丈夫是不能有长久的相处，婚姻中是个很忠诚的人，爱出轨的女人真的不能选择。9. 鼻梁塌陷而无肉的女人。如果女人是鼻梁塌陷而无肉的，这样的女人在感情中是个不认真的人，很容易就会在感情中受到他人的欺骗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情路是非常坎坷的，一生都难以顺利，总是不能遇到一个真心对自己好的人，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很烦恼的。从面相角度进行分析，能知道女人是鼻梁塌陷而无肉的，这样的女人是意志力不够坚定的，也是难以守住自己的本心，在婚姻方面也会这样，很容易就会出轨的。10. 山根有黑线的女人。山根及鼻梁的根部位于两眼之间，鼻梁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，
如果山根部位出现暗纹或者黑线的话，多指财运会受到阻塞。如果女人山根部位有黑线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性情不稳，脾气比较古怪，蛮不讲理，容易在感情上受挫。这种女人对待感情的热度比较平淡，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婚后容易出轨。11. 鼻梁有痣。鼻子在面相中为3庭5月的中月，对女人来说，鼻子不仅代表了财运，还代表着夫运和自尊心。如果女人鼻梁长痣的话，大多为桃花痣。这种女人会陷入感情纠葛之中，容易为情所困。同时，鼻梁长痣的女人一般来说欲念比较强，身边的异性也比较的多，但大多都是烂桃花，没有结果。12. 人中有痣。人中为人体经络阴阳交汇之所，连接人体的生殖系统，主一个人的肾气强弱。如果女人人中有痣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在感情上会比较的丰富，在工作生活和与异性的交往过程中，行为作风也比较的开放，不拘小节。通常来说，这种女人的肾气不足，子宫弱小，生殖能力比较弱，对子女不好，但是欲望又比较的重，不知道节制，对待婚姻和家庭缺少责任感，婚后容易出轨。13. 嘴角有痣。嘴角有痣为典型的桃花痣，给人一种比较妩媚的感觉，尤其是一笑起来非常的性感。另外，嘴角长痣的女人一般都比较的有艺术方面的才华，很容易成为异性爱慕的对象。桃花运非常的旺盛，但是缺少自我约束力，容易纵情享乐，并且越陷越深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这种女人感情多变，不稳定，容易陷入感情是非。男人们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对方的面相，不然将来你被戴了绿帽子却还傻傻的不知道，那可就成了笑话了。好，给大家讲讲脸上有此特征注定一生穷困。一个人命中有多少财，往往都和很多方面的因素有关，其中和面相便有极大的关系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面相往往影响着一个人的运势。那么穷人的面相有哪些特征呢？富人的面相又是什么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9种贫贱的面相特征。1. 鼻子肉薄。鼻子为面相财帛宫，此宫非常重要，尤其喜欢肉厚不宜薄。在实际预测中发现了大量的穷人之所以穷的原因，都是因为鼻子上的肉薄。如果枕头比较尖锐苦削的，则更容易贫困。如果法令线不深刻，长度也短缺的，再配合上这样的鼻子，那么则更是穷苦之相了。2. 耳朵薄而露骨。其实传说中反骨耳并不可怕，怕就怕在露骨且薄，尤其是如果看着直接红色通透，似穿到另外一边的半透明耳，那么这一种一定是幼年运艰辛的穷苦面相之一，非常准。3. 眼睛无神韵。菜鸟看面骨形，高手看精气神儿。如果神韵没有的，哪怕面骨形再好，但富贵格局上的档次已经被限定。如果面骨形状都不好，再加上无神韵的，则更严重，为贫苦面相。其中眼为心之苗，能不能突破贫苦，关键还在于眼睛。通常没有神韵的眼睛，也是没有扭转乾坤的智慧的。4. 鼻梁低。鼻梁代表意志力和抱负，鼻梁低的人一般很容易服输或者放弃。鼻梁高的则相反，实际观察中发现，所有的鼻梁高的人都具备坚定信念、不服输的精神，而这样的人也往往会走向越挫越勇、奋勇拼搏的道路。人生最后即使碰到困难，也会被自己所克服。反之，如果鼻梁低，则相对没有克服困难的能力，因此也很容易贫穷。5. 山根低陷或有横纹。山根低陷的起步艰难，没有根基和祖业，而山根处有横纹的，易招致凶祸或者惨败，从而倾家荡产，亦属于贫穷面相特征之一。6. 日月角过窄。日月角是父母运，也主祖先运，
如果祖先运气不好，那么相当于投胎已经失败了一次，要付出的代价是拼爹拼不过人家，那么做什么事情都要完全靠自己的努力。这时候重点是鼻梁，如果不够高的话，拼搏也拼不过人家，那就完了，很容易贫穷下去。7. 下巴过尖，地格方圆与天庭饱满一样重要。为了通俗便于理解，这里用现代语下巴过尖来描述它，这也是种不太好的面相之一。下巴代表晚年运，有这种面相的人易晚年贫穷。8. 牙齿外露，俗话说笑不露齿，牙齿外露亦属于贫穷面相特征之一。牙齿向外飘，大多不聚财，因为嘴巴是人身体重要的能量摄入系统，如果该系统成了能量输出，则会与宇宙的规则相反，想赚钱也难免碰到阻碍。不过在实际观察中，牙齿向外飘的大多只是不聚财，耗财严重。9. 男生女生或者男生男生，此为相生的部分。男生女生则男生男生属于阴阳颠倒的特征，不吉。如果男人声音相似女人声音，必然缺乏阳刚之气，阴气过甚。女人的声音似男人同理。现在社会流行什么女汉子，而且很多女孩子以此为荣，觉得这是一种个性，并不去改变，使得自己拥有女性的温柔。殊不知这是一种破败之相，原因是因为违反了宇宙的阴阳规则。2. 10种富贵的面相特征。1. 耳肉贴面，耳在面相学中代表了福运，若是耳垂有肉并且贴向面部，通常代表了一个人的忠诚度和配合度都很高，是个靠谱的人。而且这种特征也反映了其人对父母孝顺，耳根子软，心有善念，喜欢倾听，并且为人颇为周到。而这种人放在任何岗位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。若是从商做生意，必能以诚为本，广受赞誉，想不发财都难。2. 眉毛柔顺且清秀，这种人从外表中看起来，往往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让人喜欢亲近，从而给自己增添人气。此特征的人往往具有很好的偏财运，适合经商，容易发财。3. 齿白整齐，嘴相是面相学里很重要的一个表征。一般来说，皓齿如玉是最佳的面相，代表其人作风正派，为人阳光。若放在生意场上，其人必是诚信靠谱，管理能力极强的。这种齿白且整齐的人通常说一不二，信守诺言，对事业忠诚，对伙伴忠诚，必能干成一番大事业，飞黄腾达发大财是必然的。4. 声腔目光，声腔目光指的是一个人声音铿锵有力，目光炯炯有神。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通常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礼有节，说话做事掷地有声。若是从商的话，一定是诚信正直的生意人。而眼泛真光，声如鸣钟，都会给人一种非常确定的安全感，让与他们一起共事或者合作的伙伴非常安心，所以一生必能获得名利双收，财帛丰厚。5. 鼻翼丰隆，鼻梁挺拔，男人的鼻子代表其事业财富，女人的鼻子暗示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对于女人来说，嫁个好男人就是一份好的事业。鼻梁代表的是赚钱能力，所以必须挺拔高起，若是塌陷歪曲，则赚钱能力差，不能吃苦，意志力薄弱，经不起挫折。鼻梁挺拔，再配合丰隆的鼻翼，则既能够赚钱，也能够存钱，自然而然的就富贵了。6. 眼睛黑白分明，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也就是说，眼睛就是一个人灵魂的窗口，从眼睛可以看见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。没睡醒时，你看他的眼睛肯定是暗淡无光的。若是一个人随时眼神都是有光亮有神的，则代表精神状态非常的好，有一种打拼的气势在。这种人一般不会服输，聪明有洞察力，
喜欢观察身边的事物，善于发现机会。7. 眉棱骨凸起。眉棱骨即是眉眼骨的位置，眉棱骨凸起又有肉包着，属大贵之象，代表此人奋斗心极强，毅力过人，故都能在事业上有一番大成就。白手起家的富商多有此特征。8. 下巴丰满有双下巴。下巴丰满或者轻微有些双下巴的人相处起来很容易，男性财运旺，不动产多，女性旺夫兴家，德高望重，并且都是晚年幸福快乐的面相。下巴主晚年运，圆厚的下巴上如果有善痣，则晚年安康，子女贤孝。9. 额头饱满方正光亮。不论男人还是女人，只要是额头饱满方正，就没有穷人。额头代表一个人的智慧和意志力，若是饱满，则事业亨通，求财如意。这类人聪明好学，做事情比较果断，不拖泥带水，智商很高。若是加以努力，事业上面必定会有一番作为。如果再配合颧骨圆润，则很容易得到贵人帮助，财运会自动找上门来。10. 双唇饱满红润。唇色红润有弹性，并且口的轮廓清晰漂亮的人，容易有异性缘，时常会获得异性的青睐，并且具有一定的语言天赋，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魅力来征服另一半。这种唇相的女性很大可能嫁入豪门，并且恋爱顺利，婚姻美满，属于富贵好命之相。从一个人的面相往往可以看出是否有财运，不过我们在后天的过程中也要努力上进，否则穷则更穷，富则败光。好了，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男人10大贫贱相，注定一辈子穷困潦倒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同的，通过一个人的面相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未来的命运情况。那么男人的10大贫贱面相有什么特点呢？男人10大富贵相又是什么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男人10大贫贱相。1. 身轻体摇。在体相学里，抖腿是非常不好的习惯，会抖掉自己的好运。所谓男抖穷，女抖贱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无论是站立还是坐卧，身体某个部位老嘚瑟，就是老不能静止，好不容易坐一会儿，腿身子就抖个不停，有多少财富这样给嘚瑟完了。2. 瘦而无神。如果一个男人看起来非常瘦弱，甚至达到了骨瘦如柴的程度，而且眼睛没神儿，黑眼珠看起来极为涣散，那么这类男性就是典型的贫贱之相，在日常工作赚钱的时候没有激情与活力，日子过得很贫穷。3. 下巴短窄。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50岁以后的运程如何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短窄的话，这种人做事儿往往缺乏沉稳，性情急躁，做事儿也是总是虎头蛇尾，缺少坚持和毅力，吃不了苦，遇事儿容易慌乱，也经不起挫折的打击，很难让身边的人信服。事业上也是说得多做得少，行动力比较差，难有什么成就，晚年财富不稳，容易落得个孤独无助的结果。4. 鼻子塌陷。鼻子是财根，有个好鼻子，女人可以嫁个好丈夫，男人可以有个体面的事业，就算运气不好也能有好的平台。鼻子扭曲塌陷，山根断裂，鼻尖下垂，都主产业来去如萍，没有办法守护好自己的事业运势。5. 弓腰驼背。中国人是十分讲究个人姿态的，所谓站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卧如弓，讲的就是一个人要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如果一个人身高而直，昂首挺胸，在体相学里就是贵气。如果本身身体上没有什么疾病，但站立时就探头驼背，视为不吉。特别是男人勾头下看，老是像在地上找东西一样，更为不吉。年纪轻轻早年探头勾头，注定一辈子穷困潦倒。
6. 两腮无肉。男人如果两腮无肉的话，说明他们各个方面的运势都不是特别如意，难以聚财，没有办法赚到大钱，生活质量很低，在职场中经常会处于卑微的状态，到了中年的时候可能还会彻底失业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会变得越来越差。7. 双眼无神。眼睛为肝气的外柱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、脾气和精气神儿。眼睛也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和思想。如果一个人的双目无神的话，看上去整个比较呆滞，好像整天睡不醒的样子，做事儿也很难专心，思路也不够清晰，缺乏判断力和决断，做事业很难坚持，整个人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做什么事儿都很难成功，财运也比较差，尤其是到中年的时候会比较辛苦。8. 印堂塌陷。印堂塌陷也是典型的贫穷面相之一，但凡是印堂塌陷面相之人都不会是有钱的富贵人士，只会是一个贫穷无福之人，因为印堂为命宫，关系着命运的吉凶，关系着福气的好坏，关系着财运的情况，而印堂塌陷是不好的面相特征，这样的面相特征的男人注定贫穷。9. 眉毛太粗。眉毛太浓太粗并不是好的面相，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又浓又粗，且眉毛低，有眉压眼的情况，那么这样面相特征的男人此生只能是一个贫穷的人。10. 额头又窄又小。额头与一个人的福气有着紧密的联系，如果一个男人的额头又窄又小，此乃无福的面相特征，也就是说这样额头面相的男人注定是一个无福无禄的人。另外，额头窄小塌陷也说明一个人的运势坎坷，命运不佳，财运不济，所以他们也会是一个穷人。2. 男人10大富贵相。1. 发质光泽闪耀。俗话说10个光头9个分富，这并不是字面上说光头就会富贵，而是指男人的发质不需要太过乌黑浓密，但是给人的感觉一定要光泽闪耀，透过发质的好坏能看出这个男人的身体素质。如果杂乱无光泽或地中海的肾脏方面不佳，肾脏不佳的人情欲重，却担当执行力不行，有财也容易因情失财伤身，所以发质有光泽度的男人健康，精力充沛，交际能力也广阔，这样的男人不会错失机会，抓住商机，很容易财运临门，富贵通达。2. 下巴圆润。下巴是人的地库所在，也是一个财宝的仓库。下巴圆润的男人豁达明理，做事不拘小节。奴仆宫在下巴的两旁，面相学中代表着统御能力。下巴圆润，奴仆宫丰满有肉的男人，领导能力非凡，也懂得如何恩威并施，下属自然愿意服从命令。所以这类面相特点的男人在事业上容易做强做大，事业越大，聚财能力越强。3. 有北斗眉，且眉毛浓密。眉毛浓密主福寿，生命力顽强，志气较高，做事情比较坚定执着，容易成事儿。北斗眉的太多是眉毛宽长，尾头略弯，眉尾下垂，北斗眉也被称为寿星眉。拥有这类眉相的男人足智多谋，品行端正，深得人心，做事不极端，做事也沉得住气，对事业有理想。加上眉毛没有逆长的话，他们的人缘很好，往往这种面相特征的男人对金钱管理能力较强，而且守财能力也不错，多为高寿之人，能富贵一生。4. 鼻梁挺直，鼻肉丰满。男人的鼻子不仅代表事业，还代表着财运。鼻子直的表示他心正而不歪，鼻头大，鼻翼丰满又不漏孔的，不仅财运好，还不大手大脚花钱，擅长理财投资能力也强，财力越来越雄厚。如果鼻子很高见骨或起结的太自我，合作容易多争执。鼻子歪的话，更加容易因财失义，反目成仇。如果鼻子低陷无肉或者有疤痕，则说明此人财运欠佳，事业运势差，难成就大事儿。5. 眼神坚定。一个人如果两眼有神，目光清澈，这是会富贵的面相。如果两眼中黑白分明的话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双眼有神，目光坚定的男人正直，做事有毅力，行事有主见。他们虽然平日里话不多，但开
开口觉得是句句铿锵有力，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，遇事儿也是荣辱不惊，给人一种很亲切和信任的感觉。不仅自己能有官运亨通的机会，事业有成后也愿意提携点拨别人，给别人也带来较好的好运和财运。6. 唇形漂亮，饱满肉实。嘴巴代表食禄运和享受能力的多寡，嘴大吃四方也代表一生拥有的物质财富。上下唇形状适中，嘴大且肉实的男人，讲诚信，说到就能做到，为人实在，做事能力也强，而且懂得分享，前途无量，家运兴旺后也不忘本，很疼惜爱人，有原则性，绝对是富有又可以依靠的好男人的一种。7. 耳大有垂珠，耳朵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福禄，双耳贴脑且耳珠朝口，耳轮不外扩的男人有福分，加上耳朵大，有耳垂的有佛缘，为人善良，重孝道，重礼仪，运势好且稳定。这类面相特点的男人在事业多贵人相助，一生顺心如意，事业蒸蒸日上。8. 天庭饱满有弧度，印堂宽阔无杂纹。富贵面相中，天庭反映出人的前途工作运和根基以及智慧。天庭饱满具备的条件是额头光洁无伤疤，没有太多杂乱横纹和坑洞的男人。侧面看要有明显的呈圆润的弧度。印堂代表权力与魄力，印堂开阔的人一生进贵。这类面相组合的男人不仅智商高，情商也很高，敢做敢当，做事大气，有很好的贵人运，事业容易受贵人辅助提携而青云直上，步步高升。9. 颧骨高而且腮骨饱满。面相学里，颧骨代表的是掌控能力和对权力的欲望大小，但也不代表颧骨越高权力越大，而是要颧骨微微平满有势，或者法令纹比较清晰的是做官的必备面相。如果颧骨塌陷的男人一生难为官。腮骨代表的信义，腮骨饱满，耳后不能见腮，腮骨饱满搭配国字脸面型的人，不仅忠诚度好，重情重义，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和爱戴，有做官的命。10. 天仓无杂纹并且平满。天仓代表着人储蓄能力和赚钱方式。天仓是相学中的专业名称，通俗讲就是太阳穴。男子的太阳穴平满有肉，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比较成熟，处事稳重，有着非常稳定的经济基础，大多能够积聚金钱。饱满无杂纹遏制的话，代表着这个男人的财气充裕，不爱投机，喜欢靠自己能力稳扎稳打，没有大的破财危机，自然经济状况理想，早晚能富贵。相反，太阳穴凹陷杂纹多的男人多半是好逸恶劳，喜欢走捷径，偏好赌或投机者，输多赢少的穷苦相。以上就是男人的10种贫贱，10种富贵相，你有哪一种？运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0种劳碌无福的法令纹面相。法令纹是一种常见的脸部皱纹，从面相学上来说，法令纹的出现会影响健康、婚姻以及性格。生活中每个人法令纹的形状都略有差异，但因此每个人的命运也会有所差异。那从面相角度分析，哪种法令纹面相富贵享福呢？哪种法令纹代表自身运势欠佳呢？小酱汁接下来就给酱友们具体分析一下。1. 富贵享福的法令纹面相。1. 法令纹八字形。法令纹长得像一个大大的八字的人，看起来没有多少野心，对于名利不是很在意，自己的得失成败也并不太看重，一切都是讲究顺其自然，不喜欢去争取，对失去的也不太上心，总是一副很容易满足的样子。不过这种面相的人人际关系很好，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愿意跟他们打交道。其实他们这种心态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所拥有的，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很轻松的状态下就把一些事情给搞定，这可能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在事业上发展的也比较好，尤其是在中晚年以后更可以享受荣华富贵。3. 法令纹长过嘴角。法令纹长得特别长，已经长到嘴角下面去了，甚至是涵盖住整个下巴的部分。
这种面相的人脾气性格都比较古怪，平常跟人相处的不是很好，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脾气而得罪人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这种面相的人有些自以为是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常常忽视了别人的好以及一些优点。他们当中有更加过分的就是口舌纷争，总是因为不会说话或者是脾气暴躁而嘴巴不饶人，说了一些伤害别人的话，所以他们平常的敌人多朋友少。不过这种面相的人身体状况很好，是可以长寿的。3. 法令纹深长。法令纹的2道线纹长得很深很明显，而且还比较长的人，精力充沛，头脑灵活，遇事冷静，思路清晰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遇到问题，都可以很冷静地分析，并且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以及解决方法。他们这种有条不紊的做事风格很招人喜欢，也能够得到领导或者是上司的赞赏。这种面相的人大多在学业上都有所成就，他们好学、勤奋，喜欢钻研，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，受到别人的尊敬，而且随着年龄越大，名利和财富也就会越积越多，一生荣华。4. 法令纹有分叉。在面相学中，如果说法令纹有分叉的现象，那都被说成是金缕纹。所谓的金缕纹当然就是富贵相了，说明此人具有雄才大略，是难能可贵的商业奇才，要么就是政治领袖，不可多得。有这样面相的人气度不凡，精明强干，在生意场上很有一套，也很吃得开，同时他们又具有交际手腕，不管是经营事业还是从政，都是做得风生水起，是别人眼中的精英版，很是让人羡慕。5. 法令纹开阔。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开阔，法令纹如中，则这样的人行事非常的有魄力，自己的财运会比较的旺盛，赚钱的门路比较强，心胸开阔，也会拥有社会责任感，而且这样的人也会精于社交，能够深刻的明白自己想要点什么，所以一般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日子都不会太差，会得到贵人的点拨，注定能够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2. 比较苦命的法令纹面相。1. 法令纹不明显。法令纹不是很明显，有的甚至都看不见那2条纹路，这是平民百姓的面相，没有多少过人的才智，也没有什么贵人运，平常做事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往上爬。而且这种面相的人没有多少追求，对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也没有规划，更不会去设定什么目标，日子过得特别平淡，所以很难有机会升迁。他们平常做事都比较被动，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的话，将一辈子平平淡淡。2. 法令纹有横纹。法令纹有横纹，也就是法令纹像是被刀划过一道一样，在相学上的意思就是财路被人拦腰斩断，表示这种人的亲朋好友无靠，凡事只有依靠自己。有此面相的人看重利益，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变得不择手段，有时甚至是以伤害别人为代价，也在所不惜。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很差，遇到事情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助他们。需要提醒一下，就是时刻注意自己身边的小人，因为树敌太多，难免会招来报复。3. 法令纹早现。一般来说，人到中年时期，法令纹才会慢慢变得明显。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，法令纹看上去就非常明显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出身的家境不是很好，所以需要在很早的时候便进入到社会中去打拼，而且家中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，所以早年时期比较的吵扰辛苦。而中年时期仍然没有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前半生过得比较顺利，但守到中年时难以获得太大的成功和社会地位，后半生过得较为艰难。4. 法令纹短小。如果法令纹长得又短又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做事缺乏坚持，喜欢半途而废，没有上进心和责任心，思想和心理方面也比较的幼稚，考虑事情不够成熟，做啥不成，注重安逸和享受，不懂得挣钱，就知道花钱，属于典型的败家子面相。不过这类人的唯一好处就是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都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以上。
如果能落地努力，必可拓展运势。5. 法令纹出现断裂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从中间出现断裂，分为上下两段的话，这种人父母缘比较浅薄，从小就开始吃很多的苦头，经受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慢慢被生活打击的自信心严重不足，意志力也比较薄弱，性格方面也会变得较为软弱，遇到困难就喜欢逃避和退缩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。即使是自己白手起家去创业，也是磨难重重，想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可。6. 法令纹左右对称。不论是法令纹还是五官，在相学中都以左右对称为佳。如果不到20岁的年轻人长有两侧对称的法令纹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亲缘淡薄，父母双亲不能在事业方面给予他们帮助，事业方面难以获得成就。若是中年人的法令纹左右两端对称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工作很有热情和干劲儿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工作能力出众，老年时事业和财运都能够更上一层楼。而法令纹如果两边长短不一样的话，这种人一生运势起伏比较大，事业和家庭不稳定，一生操劳奔波。7. 法令纹入口。在相学中，我们通常会把法令纹入口称之为腾蛇入口。这种面相的人经常会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而陷入到焦虑之中，说话容易得罪人，人缘非常差。这种人几乎没有什么爱好，也没有责任心，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一生财运非常差，不努力的话吃不饱，属于天生贫穷之相。而且法令纹入口主饿死，一般拥有这种面相的人为人非常的小气吝啬，与人的相处时候也不懂得包容，对自己的运势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命中主凶，自己晚年的生活也会非常的艰辛，容易有大病小病缠身。所以一般拥有这种面相的人身体不佳，尤其是脾胃虚，寿元也不长。8. 法令纹过窄。在相学中，若是法令纹的位置长得过窄，向嘴巴的位置靠近，则这样的人社交能力不强，也不懂得变通，做事也没有魄力，从而导致钱财运势比较差，财运也不强，在金钱方面也不好。所以这样的人在事业上的格局会非常的小，也没有太好的个人发展，一辈子都会过得比较艰辛。9. 法令纹比较淡。在面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非常的浅，看起来比较好像是没有一样，则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非常的自我，也不懂得约束自己，做事也没有主见，非常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，自己的处事能力也不灵活，是事业上过于死板，个人的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，只能是过苦日子。10. 法令纹两边长短不一。这样的法令纹一般代表父母的寿命不等长，一方过早去世或者身体不好，事业上起伏变化多，一生似乎都在为了家庭而奔波，工作也是一换再换，没法稳定下来。左边法令纹长，主业出色；右边法令纹长，副业出色。左边法令纹短，妻子身体欠佳；右边法令纹短，情人事业无成。法令纹面相和运势相辅相成，如果形成不好的法令纹，可以通过除皱的方式去除法令纹，使不利的运势远离自己，让自己的工作、生活、家庭、财运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